像蚂蚁论文一样一你是点一点。7月中就要交出去，还是要更早？7月对，但是现在就要一点一点一点弄。慢慢写。对，因为可然后能要写个100页。教授会很挑剔吗？就是还是你是写完再给他呃，看？就写完给他看，写完1/3看一下，然后他给我哦，好再慢多那个慢改。批注，然后我要把批注都改了之后，然后再写后面，就是要这么来回几次。OK，好，我等把7月 IG 答辩以后就解放了。就自由了。所以你觉得对，这样读嗯，这样有用吗？是硕士嘛，对不对？就还是我觉得还是有挺好的，因为点用处。我也用这个专业帮我提高一下、巩固一下西班牙语嘛，西然班牙语。后等于说了解一下这个西班牙母语者的那个学中文学的痛点中文的。是什么。好，OK，我们已经上线嗯，了啊，各位同哇，学大已经有家好。朋友进来了。对。对，因为最近Ben叔没有嗯来直播，很多同嗯。学都说 Ben叔是不是已经离开了这个团队了？没有，有时候就是突然可能就是收到信息说开个会啊，怎么样啊，然后就是要突然取消这种。因为Ben叔现在在读嗯，硕士，还要写论文对。比较忙。好，所以我们这个团队是不会解散的，大家不用担心哦。对对对啊，放心吧。好，对，我们看到 Spark 嗯，Only，欢迎。好，欢迎 聚脸之城 Real Ghost 来了。Real Ghost。然后林子林子，我对。们想变书吧谢谢谢谢。每一次对。变书没来，下面就有留言变书呢，变小书王爸爸还在吗？也来了。小王爸爸来了啊，欢迎小王爸爸。小王好，那爸爸吗？是。应该是88年吧，我猜，对跟你跟你对对对。一样吧。好。好，那这个变书，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今天的话，我们就是很多同学在考 HSK 6级的时候，就是阅读题会，特别是第一题啊，感觉特别难，因为要找到语病。其对，实对中国人来说也特别特别也很难啊，难。因为各位同学不用担心，我们有时候都会选错啊，因为这个因为这个就是为了考试而考学对，生的，其实因为这些错误在生活中我们都能接受嘛。我们常常讲这些，这个也不能嗯说真的是错误啦，语病啦嗯可能真的有一点语病，但是嗯。我们母语者都常常犯这种错误我觉得所以我觉得没有人说话可以马上说出来完美。一句完美的话，你肯对，定要思考，你要组织你的语言，就很难避免去犯错误。但是因为 HSK 第6级有考这个语病题，所以各对。位同学为了考试还是必须多多练习。但是语嗯，病题是有它一定的解题技巧。对。不是所以瞎猜，各位肯定还不是有是瞎猜。技巧的。如果你能够掌握这些语病题的解题技巧的话，那这个对你非常难的这个题型，相信不会是太大的问题。所以我对。们从今天开始呢，星期五都会讨论一下语病题的解题方式。那我们今天先进行第一个部分这个叫成分冗余，对不对就是其实翻译过来就是重复了，你有一个地方就是有有一些废话词语可以删掉。对对。多的词语重复了这个在语病题里是不被允许的，但是我们对。日常生活其实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对，比如发生。我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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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大树中文，这个没问题啊。这个没问题这个平常讲话是没有问题的。好，那么我们就开始进行吧好，那这个今天Ben叔帮大家准备的 HSK 6级的语病题的解题技巧，第一部分，我们今天半小时就来聊一下成分冗余的部分。刚刚Ben叔有说啦，简单讲就是你的句子里有重复意思的词语出现。这个就是成分冗余。所以大家可以看看 A B C D E 这5个都错了，所以大家来找一找，看看 A 里边的问题是什么 ，B 里的问题是什么。对，那这个我们 A、B、C、D、E 都有错，对不对？好，那我们当然先给各位同学了解一下这种成分冗余的错是怎么样的错，所以我们先给大家提醒一个，先告诉大家这个家叔把最简单的挑出来了，是吧？对，好，那Ben叔你先念一下 B 好不好？我今天特别开心极了。这题为什么会有成分冗余呢？
因为就是你可以说我今天特别开心，或者我今就好了。天开心极了，但对，是这个是把特两个结构都给混在一起嗯，了。这个我觉得就是错了啊，这个连母语者都会觉得是错啊。你要嗯么就说特别开心，要嗯，么就说开心极了。哦，我们不说对，特别开心极了，这个真的是太重复意思了哦。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好了啊。嗯，第一题背书，你可不可以念一下？我要舒舒服服一下。舒舒服服一下。这好，个各位同学，你觉得 A 可以怎么嗯改？我要舒舒服服一下，可以怎嗯，么改？大家要看出来怎么改的话，你们可以写出来。对，好的。好，我对，我今天特别今天开心，开心，很好。没有错。成分冗余就是会有多的部分，或者嗯是意思重复的部分。那这个在语病题是很常嗯，出现的啊。好，这位越南的朋友已经打出来了。有我要嗯舒服一下，嗯。我要舒服一下。好，对啊，就是就可以啊，是啊对啊，我要这个语境应该是说，哎，今天工作太忙了，太累舒服。了啊，可能可能去我要洗澡嘛，出他可能要去洗个热舒服一下。水澡，或者嗯是想要看个电嗯视，或想出去嗯玩，我要舒嗯，服一下。好，对啊，然后这位同学说，舒服嗯，是动词吗？应该是休息，舒服一般是形容词，但是有时候可以当动词。可以当动词啊。好，嗯不过当然大家选嗯的词汇也很好，嗯我要休息一下，当然也很好，嗯，但是不能对，说我要休息。好，那这对，里的冗余变数你觉得是在哪里？嗯。我要舒服一下是对的嘛？对不对？我要舒服一下。那呃，这正个确的答案我要舒服一下，就是让我自己舒服一下啊。对，这所以它个冗余的部分是舒舒服服，没有必要用叠字，对不对？不要叠字，对不要啊，叠字，做形容词的话可以做叠字。你比如对，说，这个舒舒服服的啊，舒舒服服的生活，对，做舒那个服服的。副词，舒舒服好，服的，当做舒舒服服的当看电视。做这个嗯对，这个可以当副词或形容词嗯的时候，你可以用叠字啊，但是这边嗯舒舒服服一下不行啊，你可以嗯，说我要舒服一下我要啊，舒舒服服的休息，舒舒服服我要舒舒服服的的看电视，我要看舒舒服服电视，的对，怎么样，可以嗯当做一个副词用啊。嗯。当然，Tracy 说的，我想轻松一下。当然，你把词换掉，但是你比如说那个茶叔很累，我给茶叔按摩，我说来茶叔，给你舒服一下，舒服一下，对，就好，所以轻这松一下。个嗯，轻松对，一下啊，但我嗯意思当然也不太，而且各嗯位同学，你不能改题目啊，对不对？嗯，对好，对对，好，所以我们这题的答案是舒服一下。好，那我嗯，们看看 C，好，变数先帮我们念一下。在前面走来了三个人。哇，这个真的就有成分冗余了啊，这个母语者一看就看出来了。各位同学，你觉得这里这个句子哪个成分哪些词语是多的呢嗯，？A 有点暧昧，还好啦，不会，暧昧。不会啦，啊，好。嗯，好，有人说三个人在前面走来了，不行不行，这个句子不太对。啊，那月莹说在前面来了三个人，诶，也不行。是不是去掉一些字就可以了，对不对？这个 C 比较难啊。舒一下服不行，舒一不下服不行，能这样子。我要舒服一下啊。对，好，这个同学说在前面走了三个人，不行。不行，前面走过来三个人，可以可以，可以啦，可以但是啦。对啊，但是Tracy 想的方向是对的啊，但是 Tracy 你有点嗯改了题目了，对不对？嗯，好，这对，题走过来就我觉得从那边过来了，对啊。对 Tracy 你的句子当然没有错，但是你等于把它的句子改掉了啊。成分冗余是要告诉我们哪个字是哪个是多出来的，多的，把多的去掉就哪好。些地方是多出来的，那才是真正你解决了这一题，你知道这题的答案。所以这题如果大家能够知道的话，其实我们只要去掉一个字就好了，是不是？对，对不对？所以我们这边只需要用前面走来了三个人，对啊，对不对？意思就是前面
出现了3个人，他们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的呢？就是他们从远处慢慢的走来了，所以这种出现的或者消失的这样的句型的话，不需要在啊，前面不需要对，在，不用在是表达人或物的位置，相对的位置，我们才会加在。这里你不是讲相对位置，你是一个动态的状况啊，前面走来了3个人，所以这里的成分冗余就是多了一个在，我们只需要说前面走来了3个人就可以了。对啊，不需要这个在。所以各位同学特别注意哦，这个题型是句子里有多的部分，你不能自己改句子啊，对，要告诉我们哪里多了。这个房间家里多了一个人，对吧？她怀孕了，生孩子了，家里多了一个人。好，我们不说在家里多了一个人。对，好，有人说句子缺乏主语，前面当做主语啊，就是一个位置，一个地方的主语嘛。我想 Beyond 的意思是这样，把前面当做一个地方主语。在这里，对，缺少主语在这个句子里啊，但是其实就是反过来，其实这个宾语是这个3个人，其实就是起到那个主语成分吧，3个人从前面走过来了，对吧？3个人从前面走来了啊，所以一般我们可以用这样出现和消失的时候，我们可以先说这个地方，对吧？地方，比如天上飞来了一架飞机，对啊，但是如果这个刚才大家的例子也有错的，比如说那个谁的？我看谁的这个吗？前面的，3个人在前面走来了，对吧？这个的话就可以最好是比较这个特指的啊，比如说那3个人从前面走来了。对，就是讲清楚是哪几个人啊。这种就是我们现在 C 的这种句式的话，一般都是这种泛指的就是天上飞过来3只鸟，不是说不是前面已经特指的3只鸟，是这个随便的3只鸟。对，诺威说很难，因为这是 HSK 第6集的啊。好，我们再来看 D 的部分。好，变数先念一下好了。这个月股票市场价格的暴涨。好，这个很明显啊，这个母语者都看得出来，一定有一个多的东西出现了啊。好，然后我看到月莹说了，这个 Anance 说这个月股票市场的价格暴涨，好，很好啊，对，很好，这是正确答案。再来，月莹说这个月股票市场的价格非常暴涨，这个就不行了啊，不行，因为暴涨是动词。暴涨是动词，你不能再加非常暴涨哦。好，月莹这个不行啊。那其实 Anance 的答案就是对的了。好，那变数我们这里因为暴涨是个动词，对不对？所以不需要再加的因为暴涨不是名词，对不对？所以这个多的部分就是的所以主语这个是主语，价格是主语价格是主语，暴涨是动词，所以这个的是多的。我们不需要加的，但是这个对啊，这个题如果把暴涨也可以当成名词，但是那如果变成名词的话，就少了那个只是有一个暴涨怎么样呢？没有动词了。对，你后面要说这个月股市价格的暴涨让很多人都赚了好多钱，这样可以啊。对，如果你把暴涨当作名词，那这个句子就没有动词了。缺了成分。股票市场价格的暴涨让很多人都很开心之类的对，那就才会比较完整。好，这个可能比较简单了卞老师帮我们念一下。昨天我很忙了。这个一定大家都会了，这个比较简单这个答案是什么？小牛。小牛答对了好，小牛很厉害耶昨天我很忙。多了这题比较简单这题大概是 HSK 1到3级的学生都可以答对因为有人觉得是昨天嘛，觉得应该加一个了，但实际上好像过去了其实不是的形容词的话不需要这个了很加上形容词不加了，非常也不加，对不对？这个好忙好也不加，对不对？
啊，对，有这个结构的乐，太的话你要加乐。太就要了，太忙了。昨天我太忙了，对，如果是太就要加了，好，非常很都不需要哦。对，好，都选 A。林子你可能都会错，这个不是选啊，这个是我们每一个都有问题啊。对，好，那没问题，我们就接下来就真正来考学生了。我们准备了3题还4题考学生啊。我们看一些 HSK6 的真题，然后真的题目啊，真题啊，只有一个是错的，大家要只有一个是错的啊，这个错的，而且这个错的它的问题就是有多的成分冗余了啊。对，冗余成分。好，我们先请Ben叔帮我们把4个选项慢慢的念一遍啊，因为句子比较难。好，我从走廊外看见毕业生们正在进行答辩。好，答辩就是写完论文以后，然后3个老师或者很多老师看你，问你很多问题，你要回答你的论文的问题。我7月要答辩。对，Ben叔7月要答辩啊。好，来，走廊应该没问题吧？就是类似教室外面的或者是学校里面的走廊，家里边也有走廊，就是建筑物里面让人走路的地方就是走廊。通往别的房间，通往别的地方的路啊。好，来 B。我们在指责这些孩子的同时，也该反思成年人的责任。好，指责就是blame 骂指着对吧？指着批评反思就是你去 reflect， 就是去反过来想，反过来思考一下，对吧？反过来思考你的责任duty 责任好，来 C。由于南海，由于南海有丰富的水汽来源，这一地区形成了丰富的降雨量。哇，南海就是在这个越南、菲律宾、中国中间的那个海的区域中间的那个区域是南海。水汽来源就是空中有很多水蒸气，对不对那个水汽好，形成了丰富的降雨那个 rainfall 降不是 rainfall，那个 raindrop 降雨量。大家听的时候也可以选 A、B、C、D 哪个是错的。听完就要选答案了好，来猪 D 选项。每天步行半小时以上，可以把心脏病的危险降低大约30%左右。好，步行就是走路嘛好，那心脏病我想大家没有问题，心脏方面的疾病危险 danger 降低。对，大约30%左右。好，这题我必须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题目。对，几乎你们看到这个题目，马上就可以选出答案了。真题里面几乎都有这种题型，因为这题的答案，但是我的这个母语者朋友做这题的时候，他们都选错了所以大家选错了。他这个错误是母语者常常会讲错的，但是你不能说他错了只是说。你严格来看，它算是一个语病。考试的时候是错的。其实我们母语者常常这样说，真的。好多同学选 B， 你们为什么觉得 B 是错的？因为为什么觉得 B？ 你们要告诉我们答案哦。为什么你会这样？有选 D 的朋友 ，D 的也有给了答案好，但是我觉得选 D 的同学就是应该已经有6级的水平了，或者是说他常常做真题，因为这题是很典型的语病题的真题好，那有人说是危险率，危险没有错也很好，但是危险率这个无所谓了无所谓，对，都可以用。我同意，这个同学是看到30%，所以他想前面要加一个他想要加个 rate， 对不对？不过都可以，没问题。但是你一说30%，我们就知道是讨论的率，不需要一定加上那个百分比，对不对对，好，那我觉得选 D 的同学很清楚告诉我们为什么，因为大约跟左右是成分冗余，是一样的意思，你不能用2次对 Tommy 也答对了，所以这个 beyond medio 我不会读这个词他也答对了答对了好
OK， 所以这个是冗余，成分冗余。Tommy 也说对了，Tommy 是第一个。左右跟大约是不能一起用的，在语病题里面了，我们母语者常常这样用。那这题是算语病题，很常出的题目，所以各位同学，你们如果有听今天的课，你们赚到分数了，这题会出的几率很高。很好啊，对，但这是答题的思路，就是你要说出来哪一个选项，然后哪两个词，你不要给我们选项而已。是，对，你们要告诉我哪个词是冗余多的部分。好，那么我们再来做一题。好，真题第2题，请笨叔帮我们念一下。过去演员是靠角色说话的，八卦不仅帮不上忙，还都是负面影响。好，八卦就是吃瓜，对不对 ？Gossip， 就是说别人的，说别人的闲话，说别人的一些私事。现在大家都很喜欢讨论演员的八卦，或者希望演员可能也希望八卦来吸引观众啊。好，负面影响就是不好的影响，负面的东西都是不好的东西啊。对，好 ，OK， 我们看 B。北京大学原名叫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名，至今以来整整100年了。好，那原名就是本来的名字，原来的名字哦。好，那么1912年改名就是他的名字改了。本来是这个名字，现在变成这个名字。那整整就是全部的数量吧？全部的数量，整整。对，正好就是正好那个数量，正好就是一般达到了才说整整。如果你是99年，就不能说整整。对，比如说大书中文成立到现在整整2年了，就可以这样说。你要讲一个完整的这个完整的一个期限或时间，整整多久？如果是1年10个月就不完整，还没有到2年啊，所以已经整整2年了啊。比如说我认识Ben叔整整5年了，就可以这样用。我还有3天就整整36岁了，36岁了，变老Ben了啊，老 Ben。对，到生日了。好，我们看 C。好，要成为一个在游戏中赚取高薪的职业玩家，并非易事，从业要求相当严格。好，那高薪当然就是很高的薪水啊。职业玩家就是你是一个很专业的，的游戏玩家吧，很专业的，并非易事，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从业要求从业就是从事这个行业，从事玩游戏这样的行业，这样的事业，要求相当严格。对，对，好，来 D。这个男人今年42岁，鬓角灰白，人生的重负真实的压在了他的身上。好，那鬓角就是男人的这里会长一些胡子吧？这边叫鬓角，对。所以有时候去理发店的时候，他说：“哎，鬓角要不要剪掉啊？修一下，对，要不要修一下？我不要剪掉，我要修一下。我要留着，我不要剪掉啊。灰，这个鬓角的颜色变成灰又白，可见就是年纪变大了。鬓角灰白，对，年纪大了。我一般会让他们修一下这个，修一下，修成一个有角的形状，对不对？人生的重负 burden 真实的压在他的身上，责任很重。所以压在他身上好，这题也是非常典型的真题非常典型的。如果你有做过这个语病题，一眼就看出哪里错了好，我觉得好多同学是不是做过这个题啊？对呀，你们怎么那么厉害？Tommy 还有这个 Beyond 每次都答对，而且他们说的都是错的原因对，有人说 C， 你们要告诉我们原因这个病这个字就是通常是指男生女生都可以人的这里的部分好，一般好像常常说这个老了，有人变老的时候会说你看的双鬓，对，就变白色了灰白色好，那我想有的同学已经把答案说出来了，至今就是从过去到现在以来也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可以说改名至今就好了。对，到今天对吧？到今天叫至今
或者是改名以来，以来那不能又用以来又用至今，因为那个以来有那个 since this year， 从那个年开始。对 since 1912或者是改名至今是到今天，至今好像是 till now 过去到现在那个感觉。但是我觉得生活中有人这么说了，就我听过，至今以来，对，但是没有那么自然，但是没有那么自然，有人会这样说不过这个算是一个比较大，真的我认为这是语病了好，所以这个各位同学，这题也很常这个出现所以各位同学以后你看到这种题目至今以来，这个就是错的了成分冗余。好，有时候会觉得同时有2个病句，所以 Tracy 如果等一下做题目，你要告诉我们你觉得哪一个好像也是病句？那你就选那个最明显的，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几个问题。对，因为这个今天我们只讲成分冗余，我们后面还要讲其他的语病。如果是我们提到的语病很明显，那你就选它就好了。对，这个 Tracy 说，如果觉得2个语病，那你就选错误就是最错的那个感觉，就是很明显的错误，那个绝对就是答案对，好的，没问题。那么我们再来看第3题真题。好，来，辩叔，请你先念一下 A 感性和理性之间，中国人更倾向感性，觉得有人情味儿或者人情味。好，这感性就是怎么说？感性就是比较用情绪来判断事情，用你的情绪感觉来判断事情。对理性比如我说他是个渣男，然后感性的人就会说他这么坏，他真的是一个这个没有良心的人，讨厌他了。用情绪来决定事情，理性的人是用道理或科学。可能想这个是真的吗？你的话是真的吗？你有证据是说他是渣男吗？就是你要他这么渣，是不是有别的理由原因？对，理性的人通常会用道理或用科学来判断对，好。所以意思是中国人不太科学更倾向感性是吧？对好，那这个人情味就是说人跟人之间好像比较有感情，然后对人家比较友善那种感觉，不要太直接，要考虑一下对方的面子或者是心情比较有人情味一点。对，好，来第2个 B， 他当时是制片人，压力比谁都大，也不能对我拔苗助长。好，我想这个制片人就是 producer 吧，制片人就是做电影的啦，做电影的人好，压力比谁都大，也不能对我拔苗助长，这个是一个成语啦，就是你去就是你为了达到成功，你可能你种菜的时候，你为了早一点收获这个粮食，你就会去拔那个苗，想让它长得快一点，殊不知你已经破坏了它的成长拔苗助长。好，这个成语在 HSK 6级有，请大家把它背起来好，来 C， 出人意料的，今年3月物价的下跌，后来慢慢的稳定了。好 ，OK， 出人意料的这个很好就是 unexpectedly， 你料想不到的，很吃惊的，料想不到的。好，这边应该没有问题来看 D。那些在城市里让人羡慕的名牌车，突然在海拔3000米时熄了火。好 ，OK， 这题有点难就是车，对，开车，然后那个突然发动机停了，熄火了，没办法开了，熄火了中文会说熄火了。海拔3000米就是海平面以上3000米的地方好，这题有点难这题有点难，大家都猜不出来。你看，我现在还没看到有人猜答案。诺威问大叔们，想问你们，一般大学毕业的中国人能通过 HSK 6吗？HSK 6肯定都能通过，但是就是这个阅读题的第1题很难这个其他我觉得对，其他没问题啦。
语病题，我觉得很多可能母语者会有问题但是一定能通过。我有一个同学，他去考 HSK6，因为他是少数民族，所以他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就做完了所有的题，但是他没有得满分，他扣了很多分，然后他扣分的题都是这题，都是这个语病题语病题里边，其他题都很简单，对他来说。对，好，Tracy 觉得倾向更选 A 倾向于那个 Tracy 觉得倾向于这里错了好，我们多看几个同学的。Beyond 说 C 多了个的，物价的下跌慢慢的稳定了。好 ，Tommy 觉得是 C， 不过念起来有点拗口。好，小牛觉得是 C，物价下跌。对，有时候可能也要试试语感，就是你读的时候是不是别扭哪里有问题？这题真的蛮难的这题并不是一个很典型的语病题，所以必须要靠你的语感来判定好，那边书你觉得冗余的部分在哪里？我觉得又有人说对了，对吧？我看对，没有错。Beyond 的每次都答对很棒。对，所以因为加个的就变成了下跌是个名词了，名对不对？词。那你要是名词后面的成分就应该是让物价的下跌让很多人很高兴，对吧？对，或者是物价的下跌让这个导致怎么样，导致了什么什么情况所以这里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语法的问题。物价的下跌后面应该加个动词，然后怎么样的或者加一个结果，对。但这面的话就是不需要的，就是物价下跌，对吧？下跌，没错物价下跌，这个下跌就变成一个动词了，下降、下滑的感觉。对，没有错。这里的冗余部分就是多了一个的，好，多了一个的，所以大家在做这种题目的时候，特别注意的它放的位置对不对，或者需不需要所以这个蛮难的。这题很难的我觉得可能 Tracy 的语感不错。Tracy 说倾向于那个于其实可以不说的我更倾向做这个，倾向做那个。对，其实倾向有没有于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这题没有问题这题没有错好 ，OK 林子答对了林子你是用猜的吧？林子说用语感，他说林子是有通过 HSK 6级很厉害的。好，我们再来做最后一题了。好，那么先请Ben叔念一下 A。改编自《西游记》的影视作品不计其数。好，不计其数是个很棒的成语，就是数不清，数不过来了太多了，数不清好 B。这里的人觉得长颈鹿的脖子越长越迷人极了。越长吧，越长越迷人极了。还是长越长应该是那个动词，越长越迷人极了。这个句子就好奇怪的感觉。好 C。对于童年的记忆，最清晰的就是爸爸妈妈带着去动物园。好 OK。好，来 D。80%的求职者的首要考虑因素是职业发展和潜在的成长空间。好，我觉得这里这个题目好像有很多句子都不是很通顺不过所以还是有一个最明显的，所以母语者也会做错，就是母语者觉得可能这个句子就是感觉怪怪的，或者这个词用的不好但是其实有更大的问题。这题我觉得像 Tracy 说的，就是感觉每一题都有一点语病，那怎么办？你一定要找出错误最大的句子因为这里我自己都觉得有一些句子可以写得更好。对，不过很明显可以看出有一个地方有错因为它是语言嘛，你不可能就是说出你心中最完美的那种描述的方式，所以对，没有错。然后另外就是可能每个地区的说法也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一题就是很典型的，像 Tracy 说的，好像每个句子都有一点不通顺，有一点问题，我也这么觉得。但是我很清楚知道有一题错误特别大。还有就是你要从制作考试的人的角度想一想，他们要做出来一个题，他不可以说服其他的老师，那他这个题就出的有毛病。
所以他应该已经知道自己要出哪些错误，所以那这个错误也可以在有争议的时候，大家不同意的时候，他可以说你看我是按这些标准来出题的没有错。好，这里的语法哪里错了，哪里是真的冗余，他要说服其他的人，所以他一定会出一句特别明显的冗余的错。对，好，哇，大家很厉害有人说越和极了不能同时出现。对不只是极了，像这个什么很非常这种程度的副词也不可以不行，不可以加，因为越跟越就已经是程度了嘛所以你再加很，比如说越来越很漂亮不行，越来越非常漂亮也不行都不行。极了就是它在后面就更不用了。对，越跟越基本上已经是程度副词了，你不能再加别的程度副词好，所以呢这一题大家都答对了，对不对答案是 B。那笨叔我们怎么改成正确的句子呢？这里的人觉得长颈鹿的脖子越长越迷人，越迷人越长越迷人。好，或者就是脖子迷人极了就行了，那就少了一些这个句子想要原始的那个意思就少了，就是语法是对的，但是他想强调的是你越长越迷人，越长越好看了，越长越长了对，好，想问一下 C 为什么要带着这？我觉得 C 出的也没有很好了但是可以接受我觉得应该最好写成就是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去动物园。我觉得这里真的有错的话或不适合的话，就是带着谁带着我带着孩子会好一点。但是因为他前面说童年的记忆，所以他已经告诉你是孩子了，对，所以这个语境已经你要看看上下文，看看语境所以后面就省略了，其实是带着孩子去动物园。对，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句子要写得更好的话，带着谁最好把它写出来，带着我，带着孩子，带着谁，我觉得写出来更好。就是也可以说就是孩子被爸爸妈妈带着去动物园对，有个隐形的逗号，应该是这边是不加逗号了这我觉得是少一个宾语在这里会更好当然不能说这句错了，但是会更好然后80%的求职者的首要考虑因素是职业发展和潜在的成长，这句当然是没有问题了但是我觉得念起来我会把其中一个的去掉。80%求职者，对，第一个的可以去掉，就是对，保留第一个的我觉得可以去掉因为一般来说中文的句子比较少会有两个的在一个句子里面那我们就会留下比较重要的我会说80%求职者的首要考虑因素。就我明白同学们的意思，就是都是成分冗余，但是B 的那个成分冗余就是更严重了，更明显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一题就是像刚刚 Tracy 说的，你觉得每一个句子都有一点语病，都有一点冗余的现象，那你就要去选择这个错误最大的、最明显的像这里绝对没有问题 ，B 是绝对的错误，B 是绝对的错误对，我觉得这种的后面如果加动词的这种，一般就是绝对的错误。但你要说我妈妈的表哥的儿子的包这样的不算是大的问题不算大的问题，虽然冗余了，但是可以接受的冗余，不是那种对，不是那种太错的大错特错的，它不算错对小牛好厉害说伴随着不过过OK一般对了，以我语感的感觉，我觉得带着谁说出来，当然我不觉得说这句会有错但是带着谁句意会比较清楚一点好，对，不知不觉就40分钟了，茶书对耶，好，时间过得好快下次我们出3题就好了好，那这个今天不晓得大家对这个语病题有没有一些了解了今天我们所教大家的是成分冗余的部分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介绍 HSK 的语病题请你在下面留言
那么我们会继续这个主题，因为关于语病题还有很多判断的方式，对，成分冗余只是其中一种，还有好多。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这个阅读题的第一题要怎么通过，你要多收看大叔中文啊。好，对。那么好，然后我们我可能换着做，我们可能不连着几个星期吧，但可能就过几个星期再做一期。那就看大家多多留言啊，看看我们周五哪一期的反响比较好，我们会做那一期的续集。都是看大家的反响啊，大家没有反响我们就不做了啊。我们就星期五来嗨，然后我们就下线了。对，今天话题真的很难啊，对，真的很难哦，这个很难。但大家总有一天会考 HSK6 的，你们听大叔肯定你们会有这个需求的。对，要先准备啊，先准备。好，那么今天谢谢大家咯，我们下次再见了啊。对啊，拜拜咯。周一见，对吧？跟大家。周一是对，周一大叔也有直播，参书，对，参书啊。好 ，OK， 拜拜，拜拜。